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施压跟骚扰，变成他跟美国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讲，我说中共一直拿台湾当作一个筹码或当作一个棋子去玩美国。台湾很多人还没有想清楚，还在那边这个乱讲一阵说，还在是站在一个中共的虚假民族主义叙事的基础上面去讲话，你就没看到问题的重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大家都知道啊，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伊朗呢也封锁了荷姆兹海峡，那川普呢呼吁各国呢出动这个战舰协助护航当然也包括了对中国也提出了呼吁。那川普呢说，如果中共不出力的话呢，他可能取消川习会。那在我们节目录影的时候呢，这个正式的消息是已经延后了，推迟了推迟了。那么这个当然推迟了之后，还会不会真的在举行？这当然还要看那个时候的局势来决定，说不定就不举行了。那到底川普会不会真的就取消了这个川习会？那北京方面呢，对这个川习会呢又有什么样的盘算？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呢，我们还是请到国际政治最权威、两岸问题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呢，这个川习会呢，当然很重要。不过很多人说呢，川普上来这1年多这个采取很多作为，关税战啦，这个取得巴拿马港口主导权啦，然后逮捕这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啦，然后又打击伊朗，这个军售台湾等等都是直接间接的在削弱习近平政权。那您觉得这个中共呢会怎么看这一系列的这些发展，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觉得，当然有些人觉得说，川普呢是战略白痴，然后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边闹一下，这边打一下，然后这边骂一句，那边踢2脚，这样看是因为很多人太不喜欢他了。应该这样说，他作为一个世界第1强国的领袖，然后身边又有你不能说第一流，但至少就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幕僚群。这么大的国家，他自己晓得说做事情呢，洞见观战，影响全球。再怎么样呢，他不会离谱到很荒唐的地步，他一定有他的逻辑在背后。至于你同不同意他的逻辑，那是一回事情，但他一定有他的逻辑。所以我先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看懂他的逻辑，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更关键一点。喜不喜欢是一回事，我再说一下。所以你刚问的是他做这些事情，然后中共怎么看，中共怎么回应。大概可以这样说，就是不管川普当然我认为川普有这个意思，但是中共会认为，我不管你主观上有没有这意思，但我认为你客观上至少伤害了我。甚至从中共角度来看，他会认为川普主观上做这些事情，一部分的考虑就是要伤害我中共，中共会这样想。所以每件事情，你刚刚提到每件事情呢，他都有反应，他当然反应强弱不一样，他都有反应。那有些强些，有些弱些。我们一个说吧，第一个你提到是关税战，关税战从当上任开始，双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然后川普下台了，休息了4年再回来，所以中共就等着说你一定会来关税战2.0，那果不其然，你在去年4月2号推出来了，然后打我们中共打得很重。所以他也准备了，他也强力回击啦，稀土啦，关键矿物啦，然后这个储备这个储备那个啦，然后卖美债了等等，所以他把能动用的武器呢也都动用一些。所以打了之后，川普发现了这家伙很难缠，好像暂时还没办法把你打死，你也拿我没办法，所以咱们就暂时休兵。所以现在说谈休兵1年，然后双方现在在这个巴黎在南边会谈，然后准备帮这个川习会铺路等等。所以也就关税战呢，应该还有好戏在后头，这我们可以慢慢看。那么也就是双方在上面打得不可开交的第一个。第二，巴拿马运河这个事情呢，看起来目前川普是占上风，中共是屈居下风，但并不是完全输掉。其实在消息出来以前，还没正式这个就巴拿马运河不是在那个
香港长和集团这个李嘉诚的手上吗？所以当时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啊，他们那边要强烈反击了，然后坚决反对什么等等。等到真的消息出来之后呢，除了长和集团出来讲话之外呢，中共出来讲过话，然后讲的话还蛮重的。我当时想说，你这个也蛮奇怪的，怎么会这样讲话法？当然，你要说他没有资格讲嘛，他有资格讲；但你要说他有资格讲呢，那个长和工厂不是注册在中国大陆，然后这个李嘉诚呢是英国籍，所以理论上你怎么会帮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个其他这个地方开的公司、注册的公司，然后去帮他讲话？那比方说你在后面有很大的利益，甚至你有很大的操控能力，那就多少坐实了川普当年的指控。所以巴拿马运河呢，现在反正双方还在理论上还在缠讼当中。最近大概这一个礼拜的消息吧，好像说中共扣了28艘巴拿马籍的船，然后作为报复，然后看着也当做一个筹码在那玩。所以这事情呢，可能要玩一阵子。这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是去年这个美国去轰炸伊朗的这个核设施，打了3个地方，然后中共出来抗议啦什么的呢，然后又说支援物资啊什么。好，这第3件事情。第4件事情就抓那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时我们就讲过，中共是强烈抗议，然后很多人说啊他会干什么？我说不太可能。当时我就讲，我说中共要真的出手干什么事的话，这个东西有点，第一说不过去，第二有点不容易，所以最后就是抗议完之后，最后没有什么动作。当然很多粉红的就非常失望，说怎么就这样放了美国走了啊？这反正是第4件事情。第5件事情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打伊朗的战争，美国跟以色列联合进去打击，让中国人强烈抗议，但是呢也没有强力插手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击，唯独就你刚刚讲的对台湾军售呢，他抗议的比较凶，而且我看恐怕还有后续的动作，这点我们都可以慢慢谈一下，我都觉得值得谈一下。好的，我想这个长年以来啊，中共当然都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了，因为他认为第一个美国干涉他内政嘛，第二个他认为这对他武力犯台是最直接的这个阻力啊。好，那所以他向来对这个军售都有很强烈的抗议。那这个川普呢，这当然军售下去，当然也不是说几单的军售就完全涵盖台湾所有的防卫需求，但是总的来看呢，这个态度上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那老师您看看，在中共之后啊，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手来面对这个情况呢？那后手一定会有的了哈。我先说军售的内容，川普是去年1月都上台嘛，然后去年到年底的时候呢，就连续2批军售，一批是11月，一批12月。11月那批大概是3亿多美金，3亿出头美金，然后卖的大部分是空军飞机的零件呢，然后就是加强我们的后勤跟这个整备能力啊什么等等，所以这个去年的第1笔，去年第2笔是在12月份，那这一笔就比较大了，这笔单笔就是超过110亿的美元，大概是历年以来单笔最大的军售，而且它当然核心呢是强化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不对称战力，但是重点就是打击能力加强，而且打击的这个距离也加大，所以中共非常生气。我们过去节目上简单谈过，我们现在很快说一下。第一次卖了那个海马式的这个火箭系统，海马火箭系统，然后又卖了大概400多枚的这个 ATACMS 的这个战术导弹或战术飞弹，叫陆军战术飞弹。第3样东西，中共非常生气的就是 Alcius 这个，我们好像还没有正式的翻译哈 ，Alcius， 600系列的这个无人机，然后一个说法就是它反正就是可消耗的，那因为有人的说法就是神风特工队这种自杀无人机什么，那现在各国都用无人机当做廉价飞弹在打嘛，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这等于说是可以制空攻击的这种武器呢，对中国来说呢很讨厌，然后射程也够远，所以他非常生气。那再来就是反装甲火力，也就是中国你要有重型的这些战车登陆台湾的话呢，那我们这边很容易有这个应对的武器，像什么标枪啦、跟托式啦这些呢，都是美军用惯的了。
当然，现在最新的发展就原来不是说你刚不是提到说，川普到大陆访问，现在基本上推迟大概4到6个礼拜嘛，还没最后确定了，大概至少推迟1个月了，因为战争的关系，伊朗战争的关系。所以有消息传出来说，原来不是说要卖跟送台湾130亿到140亿美元的武器，再加60亿嘛，然后包含什么？爱国者3型啦，跟这个 NASAM 这个防空系统啦，跟无人机啊什么等等，所以这些第一呢，如果成交的话，这是又破纪录了嘛？是刚刚讲的110亿呢，已经是一个最大数字。那这笔如果成交的话呢，不是130就140，再加后面60的话，那就轻而易举就打破历年纪录了。所以这个从华盛顿那边传出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川普本来最近要去大陆访问呢，所以为了怕不要过度激怒中共嘛，就暂时喊停了。但是台湾方面当然很紧张，反正那很多人就讲啊，你看吧，美国果然就拿台湾来当筹码去玩，然后喊一喊之后就不卖了。那有人不服气就跑去问美方，美方说一定卖了，就是等川普回来的时候就马上他说什么？竖起大拇指吧，好像这么说了，大拇指竖起来，然后就推动了。所以当然中国看得非常生气了，那不用讲，就你刚刚说的，它实质上增加了台湾的战力啊，然后也给中共如果要武力攻击台湾呢，制造了很大的难度。这第一个。第二当然是面子上过不去了，因为你这样的明目张胆的对台湾卖武器，那你把我摆在什么地方，那太难看，所以他必须要讲一下。第三，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借口。为什么是借口呢？中共现在各方面比不上台湾，然后各地方的那个统治合法性的出现问题，所以他必须找个借口打台湾。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讲，他找到的理由就是你们搞台独。什么叫搞台独？在他定义里面是，只要你不被我中共管到了，就是台独。那现在所以怎么说都是搞台独，所以他必须拿这个当做一个借口来批评台湾，来攻击台湾。否则坦白说，他要攻击台湾呢，口头上跟行动上呢，他没有立足点，所以必须把台湾所有东西打成台独之后呢，才立足点。那你美国军售就是有意无意的在助长台独气焰嘛？你不说这个帮助台独这个以武谋独，不说这个了，那至少你是增长台独气焰，所以拿这个当借口，所以大概中共呢基于这3个理由呢，他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意见了。好，我想呢，这个刚才老师很精辟的给我们解析了，就是军售这件事情啊，老实说，这个历任的这个美国总统上任之后，中共照例都会提说，哎，你这个最好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啦，不要这个干预中国内政啦，不要继续军售台湾啦等等，但是显然都没有什么效果。那当然呢，这个美国要怎么样这个对付北京当局呢？他们当然也肯定做了很多的准备哈，而且看到这个美国一个态势出来，他一定立刻想说，这会不会是用来对付我的，或者是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共产党心眼是特别多的。那打了这个委内瑞拉，又打了伊朗，那这个对北京来讲，当然这些都是他们不得不密切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好像还是比较节制。那请问老师，那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对啊，你如果说跟他对台军售反应来说，他的反应的确是比较节制。你说刚刚讲说什么打委内瑞拉啦，或者打伊朗什么的，都大部分是叫一叫，没有实质的这个，除了跟上次偷偷运武器过去之外呢，到目前为止这次呢，没有听到什么实质的帮助。当然我们不能说一定没有，但是至少现在新闻上呢，还不是大张旗鼓在报道。你要说他要有所克制的话，应该这样说。我们过去提醒大家，我们说美中双方呢要真的脱钩很困难，因为他们经贸的连结跟互赖呢程度太高，双方都有需要对方的理由，当然这个程度不一样，然后这个迫切性也不一样，然后最后这个如果拿不到的话，那个伤害呢对自己伤害人的比重也不太一样。不过就是双方现在都有很好的理由，就最好不要扯破脸。
我们可以吵，可以闹，甚至可以这个互相踢两脚，然后打几拳，但绝对不能断掉关系。这点我想应该是蛮明确的。所以中共你可以看到，就你要大家就说啊，美国对中国依赖高，中国对美国依赖少，其实完全不是。今天我们不细讲啊，整体来说，中共对美国依赖程度是比美国依赖中国高的太多了。但是问题是，中共宣传的很厉害，所以给人感觉就是美国需要我，然后美国来求我什么等等。但你若仔细看下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且中共一天到晚在新闻上讲也好，中国的这些发言人也好，不管是国务院也好，或者说这个外交部也好，出来讲都是说啊，合则两利啦，分则两害什么等等。你仔细玩味这句话哈，说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对，这句话看起来表面上是对的，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如果分了的话，对我伤害会大得多，他是这个意思，但他不能这样讲，所以他就把它讲成我们双方对等，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当然，从表面上来，他一定可以列出100个甚至1000个理由说，这个我对美国也很重要，他绝对可以列出来，这毫无疑问。但是我刚讲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大家可以这样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买的东西，绝大部分在别的地方买得到，除了稀土少数几样东西买不到之外，别人大部分都买得到，但是呢，价钱比较高，然后比较不好买，就这样子。但是中共跟美国买的东西呢，很多是别的地方你买不到的，你除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你根本买不到，你买不到就断炊了甚至就断气了就严重到这种地步。所以双方我刚刚讲，我说双方互赖对，但是双方互赖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呢迫切性也不一样。但是中共其实更希望见到川普，因为我们晓得嘛，从去年川普上台之后呢，我们就听说中共找了很多种管道想接触川普，接触川普团队，接触川普家人，但是不得其门而入。现在借着贸易战呢，终于找到这么个机会了，所以大家都以为说中国很有骨气要打贸易战，我觉得不是的啦。他是拿贸易战，中国向来这样子拿，他不是好好跟你说话的，他是用还手的方式，或者用这种对打的方式呢来开启对话。所以用这个办法呢，等于开启对话，那事实上也开启了。所以对他来说，只要开启对话或开启直接对话的这个目的达到的话，我就算成功了。我管后面怎么样子。所以他想说见到川普本人，当然有几个目标了。第一个就是缓和气氛，他总相信这个见面3分情，然后也认为说，我见了面跟你讲一些好话，讲一些甜话，你这样反正是爱拍马屁嘛，那我就讲一些马屁话，反正与我无伤啊。那讲完了之后我也不记得，但你会记得，你高兴就好了。所以见面缓和气氛，这第一个。第二，贸易战，对了，我上次讲过了，上次我没有准备，我都没有打输，这次我有准备，我怎么会打输呢？但是呢，打下去呢，这个我伤害也很重，所以我必须说你的伤害也很重，这样子大家才觉得说我们至少是对等的，然后你会来求我。更何况我这1-2年来或者2-3年来，在这个第2轮贸易战的阴影之下呢，我储备了粮食，我储备了石油，我储备了黄金，我储备了晶片，我甚至还储备了美元呢。大家都不知道，中共看起来表面上在抛美债，但是另外地方呢拼命在买美元，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去看那数字呢，真的把你吓一跳。所以对他来说，我反正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直接沟通管道。那你来了，那是最好，而且不是我去啊，对不对？看起来就是。当然不是万邦来朝，但至少你来朝见这个印象，这个大家是有的。所以当面见谈的话呢，好办事情。而且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我觉得中共现在心目中有个大计划，我觉得他推动一个东西叫做大交易的玩意儿，这东西我们可以详细谈一下。好的，我想呢，刚才老师提到这个。现在中共呢，当然刚开过2会了尤其又历经了1月这个抓捕张又侠、刘振立的大事件。那习近平呢，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川习会可以说也是对内对外显示他的这个权力还是牢牢的掌握在手里。当然，这个可能有人不满，但至少也还在习近平可控的状态。所以这个川习会呢，早不举行，晚不举行，这个时候举行，老实说，对习近平的意义是超过这个单纯这个会谈的内容。
甚至超过单纯的这个美中关系的内容。我想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那当然了，如果在这个会议当中呢，能够有跟美国换到什么东西，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个大交易所谓的 Grand Bargain。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当然习近平就会更有这个底气去面对党内外的这些质疑啦，甚至于说他个人的接班问题等等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中共的这些这个学术圈当然他们也都是半官半学了这个嗅到了风向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叫吴新博他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上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中美大交易的问题也在去年的年底发表了。那这个还是请老师给我们这个解释一下，说这个大交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发展？我先说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这个时间在这地方这样丢出来，它应该不是一个学术文章，也不是一个政策文章，应该说就是一个风向球。是。也就是中共方面用二轨的方式呢丢这个东西出来，然后发出个讯号，就是我有兴趣呢搞这个大交易我把我的条件先丢出来一点给你看一看，让你看看觉得可不可以。当然我们晓得这个吴教授以前也叫做列名为智库之一嘛，那不管他是真智库假智库，至少那这篇文章呢，如果不是授意来写的话，如果不是说上面交办了，然后授意来写的话，至少他是传播到了这个方向的，然后把它丢出来，所以把它视为中共方面一个试探风向球呢，应该是没问题的。他主要论点有几个了，他说现在美中关系比较紧张嘛，然后又怕将来发生什么不测之事，所以双方如果要改善关系的话呢，经贸就可以成为这个突破口。他把这个突破成为大交易，就你刚刚说的这个the Grand Bargain。Grand Bargain 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要在对等的基础上来推动，他用的原词叫做 reciprocity， 英文就是很准确叫对等对等的基础怎么等等。那怎么个对等法呢？大陆对美国扩大采购，然后不管他没有特别指明，但我们猜就是买石油啦、买天然气啦、买农产品啦，或者买一些这个高阶的这些产品呢，3C 产品等等。然后中国大陆呢对美国的制造业呢去加大投资，因为美国想重建制造业嘛，那我有制造业的这个实力，所以我来加大投资。然后你呢就放松一些出口管制你对什么 H200 晶片了或其他这些高科技的这些不管产品也好啦，或者服务也好啦，或者技术什么等等，甚至人才也好呢，你放松出口管制嘛，然后对大陆名气的这限制呢也减少一点。那我名气原来在华尔街上市的，现在一个搞什么新的什么会计制度，那搞得我必须下市了，然后离开了，我没有这个 IPO 圈钱的机会了，那是不是你能放松点这是一个。第二就是你对于这个技术出口呢，到我中国大陆来呢，这个禁令呢是不是再放松一点？你不要去搞什么科技战了。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我可以在稀土方面放松一点嘛，然后其他什么关键矿物方面呢，出口呢，我可以放松一点点。好，那这是第一个主要论述，就经贸方面呢可以这样做。然后话锋讲还提到了，我觉得后面这个很重要了。他说这个中美关系呢，它必须缓和，那缓和叫大交易，但是阻止大交易或障碍大交易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我们的地缘政治的冲突。譬如说在亚太地区，那你搞了很多东西，就影响到我朝鲜半岛的问题南海的问题什么的，这些呢就很麻烦。但最麻烦的，我们猜都猜到台湾问题嘛。他说他台湾问题他讲得很厉害他说，如果要避免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话，因为中美爆发战争是这几年来学界也好、新闻界也好，或甚至政界也好呢，都或明或暗的忽然提到一个题目。如果我们要避免中美战争，要达成全面协议的话，那北京跟华盛顿在这个台海周边地区竞争呢，就要放缓。那怎么放缓呢？你美国放缓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化行动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要放缓呢？因为这样我们
美国跟日本跟周边国家在军事化行动或强化台湾行动，是回应你中共的动作的呀。那现在中国一向是这样的，先倒打一耙，他绝对不管说我怎么样，那是先把问题都推到对方身上。那这次也是故技重施，所以他现在大概风向球的几个重点就在这里。那我们就要问了，你丢这个风向球，你一定认为说我有筹码在手上，我自己有筹码，因为没有筹码的话，我拿什么跟你换？我不能空口白话跟你换啊。所以我们猜中共认为他有什么筹码呢？就刚刚讲的第一个是稀土嘛，这不用讲了。然后关键矿物就那些金字旁，然后那些很难读出来那些字，大概5、6个、6、7个啊，关键矿的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呢？你川普不希望跟我签个贸易协定吗？我可以签呢。那问题是咱们把条件谈完了，谈完了签了，我可以采购啊。但我们都知道上朝根本就没落实嘛，就跟我们预测的一样，他根本没有落实。这第二个他认为的筹码。第三个他认为筹码什么？我有倾销的能力。虽然我不一定直接对你美国倾销，但我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对拉丁美洲、对欧洲、对非洲、对东南亚倾销。而我农村包围城市嘛，我是搞经贸战当中农村包围城市，我也有这个实力啊。这第三个，然后跟这相关的就“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不只是经贸，它背后还连接着军事啦、科技啦、基建啦，甚至这个贿赂。那么也就是说，我直接拉拢了这些“一带一路”接受国的这些官员们，然后影响到他们，这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后一个，这个大家都没有经常谈，但我经常讲，就是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施压跟骚扰，变成他跟美国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讲，我说中共一直拿台湾当作一个筹码或当作一个棋子去玩美国。台湾很多人还没有想清楚，还在那边这个乱讲一阵说，还在站在一个中共的虚假民族主义叙事的基础上面去讲话，你就没看到问题的重点。所以中共很清楚拿台湾跟台独来玩牌。那台湾这个人还这个浑然不觉的帮中共去陪着玩，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不过总而言之，就是中共自认为我面对你川普呢，我不是没牌可以打，那先看你怎么回应而已。是，我想呢，刚才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呢，他的战略信心就是他对美国有很多牌可以打。当然，他认为这些牌到底真的能打还是不能打，还是说人家是不是已经看穿了他的底牌？我相信呢，在这个现在中共高层的氛围里面，大概也没有人敢真的这个完整的告诉他，因为担心这个可能会出事儿。对啊，所以我想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战略信心有可能导致他误判很多事情。那当然，这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不过，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刚才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他可能会用对台湾的骚扰，然后升高或降低，变成他的一种筹码。啊，所以以前呢，我就参加一些会议，我就说，可能呢，在川习会之前呢，那时候是今年刚开年的时候，差不多过年的时候，就说这个有可能呢，这个中共呢会有个大动作，那就搞个大动作。后来因为爆发了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啊，所以显然这个国际形势又有很大的变化了，所以这个当然所有人的这些决策都必须改变。那但是呢，习近平呢也可能觉得现在这个美伊战争啊，美国这个在这个地方打仗。说不定啊，又给我创造了筹码这当然，这个他们下面的人是不会告诉他说这个斩首战的问题还是这个中国国内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他们不会告诉他这些事情，他们只会告诉他说，哎，美国你贝多利分啦然后这个伊朗那样的实力打以色列的这种防空系统的无人机什么也都非常有效等等了，所以我想这是一定是习近平能够听到的内容了。好，那。这个，所以他很可能认为他自己筹码是非常多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想请教老师，就是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川普怎么看待他自己手上的筹码？还有呢，他认为这个中共手上的筹码，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呢？他看中共筹码，当然不能说他完全不是筹码，在他看起来就是他们也是一些筹码。用川普话来说，就是中共手上是有牌的了，是他有牌。至于这张牌够不够大、够不够利，那个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川普不会完全认为中共手上没有牌。如果川普真的认为中共手上没有牌的话，那他可能会横冲直撞的打进去，就像他对付这个委内瑞拉或对付伊朗这样子。但是他对中国没有这样做，所以
川普认为你总是有些牌，就像那时候多年前他不是跟金正恩互相拍桌子骂吗？金正恩说我有盒子按钮啊，川普说我桌上的盒子按钮比你大颗，大家听着觉得像高中生在吵架，但他是用了一个非常直白的语言去说出来说怎么样，我拳头大胳膊粗不可以啊？在国际政治上，这个话坦白说不算粗鲁啊，这真的就是一般国家讲话的方式，只不过稍微包装一点，稍微修饰一点点。那川普觉得你真正这样讲，我就给你更直白，你让听懂。所以坦白说，对川普而言呢，关税战如果我关税战不厉害的话，你不会这样回应的。是，所以比方说，我对你也是有相当前置作用的，毫无疑问的是第一个。第二，巴拿马运河港口，就算你现在在缠讼在干什么，但是真的到时候不好，我说的难听点，我直接派军队占领怎么样？现在我是玩的比较文明一点了，大家知道，以川普个性来说，他认为他现在这样玩巴拿马是比较文明的玩法，不文明的玩法，像委内瑞拉这样就不文明了嘛。那但是我还是去干了，你怎么样？好，这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就是刚刚讲抓委内瑞拉总统的这个事，大家都吓坏，大家没有想到说美国会做这种事情。美国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总统，没有几个总统做这事，他会打进去什么？你说突然派了一个这个小队突袭，然后就把他总统给抓回来了，这么审判，然后扶持一个亲美政权，这个好像一般人很难想象到，但这川普就干了。再来就是美国跟以色列2次打伊朗，打成这个样子，然后现在看起来有一副就是要创造伊朗人民起义推翻神权政府的条件，看起来就像这样子。所以对中共来说，委内瑞拉也好，然后这个伊朗也好，我虽然非常生气，我明明知道你现在打到我痛处了，但这2件事情我能着力的地方真的不多。那所以剩下什么军售嘛？那我再是军售什么大发脾气，但是他也晓得发脾气归发脾气。除非你能拿出什么杀手锏出来，否则美国军售还是会卖的啦，还是会卖的。所以如果说川普也想到这一层的话，他会认为说对啊，好啊，你有牌，我手上也有牌，我牌比你多，比你大张啊，那咱们就打下去就是了嘛。他如果想通这点的话，他不但不需要让步，他甚至可以压迫中共让步呢。那我前几天在跟朋友聊天，我就讲了之后说，他可以压迫中共让步。他说：“他怎么可以压迫中国让步？中国怎么可以让步的？”我说的川普来说，可让步地方多了。第一，稀土嘛，你稀土出口管制你放松点了，甚至你就完全打开或者开多一点点嘛，这第一个。第二就是现在伊朗这事情呢有点讨厌，你要我硬打呢可以打，但是比较麻烦。这样你帮忙劝降，你不是跟伊朗关系很好吗？看你能不能劝到什么地步，这第二个。第三个当然比较难了，你不要帮助俄罗斯打乌克兰，中共是唯恐天下不乱，他现在就是要让，就像你刚刚说了，他希望制造一个让美国贝多利分的态势，所以我不会随便停。但对美国来说，我就是要你做这个事情，你不做我就记你一笔，你自己看着办。这第3件事情，第4件事情大家没太注意，川普不是现在退出那个什么限核条约嘛，核武那个限武条约嘛。当然，大家都很生气啊，然后俄国人生气等等。川普说：“你们反正实质上都已经在干了，那我退出，我只是，你们是这个假君子，我是真小人而已啊，只不过是这样子啊。那你可以实质退出，我为什么不可以退出？我退出，然后我也去研发。你们晓得我科技实力很强，我要真的研发，你们受不了，所以我退出。其实他想干什么？逼中共进来嘛。那这个我们这边限核，就是他那边发展。”过2、3年之后，他的核子武力达到我1半以上，那威胁程度就很大了。那所以他要参加限核，这第4个。第5个很困难的就是你不要威胁台湾啊，台湾你说重中之重，我们对我来说也是重中之重啊，所以你不要威胁台湾，这个也蛮难的。再一个，我觉得可能达成的就是签订贸易协定，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中共的想法是签归签，我从来没有想要落实。就像满清皇帝跟这个外国签条约，从来没认真想落实呀。我签归签了啥，反正到时候不履行就是了。最后一个大概川普会提，那不晓得做到多少，就是你不要卖芬太尼的这个前导材料出来，你不要卖到这些国家去。所以这几个大概就是川普可以要求中共让步的地方。
但是他大概也会一个一个去拨了算盘，就算说这个中共可以让到什么程度，这个让到什么程度，这个呢我可以逼到什么程度，大概双方不晓得这一次美国的商务部跟这个中共的何立峰在巴黎会谈到什么程度，反正他们现在想做铺垫嘛。听说这次推迟就是访问北京，一个原因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具体成果，去了是没什么意思，所以就拿这个当做一个理由，拿伊朗战争当一个理由呢，说我不去大陆访问了，等你做出实质让步，让我满意结果才去，所以就看他们怎么谈吧。双方刚刚讲了，双方各有牌各有筹码，双方各有提出的条件，就看看这个到底他们在第一线的这些会议当中呢，能够谈到什么地步呢，才能做决定嘛？是，我想呢，刚才老师呢非常详细的呢，把这个美国呢跟这个中国手上可能有哪些筹码，大概都这个量大概都分析了，我想都非常正确了。不过我觉得现在呀，这个2026年的这个关键时刻，我认为习近平最关心的很可能还是接班继承问题，他自己的连任以及这继承问题。如果这个美国方面呢，川普说啊，你的这个连任也好，继承也好呢，这个给予习近平某种程度的支援，我相信其他的问题对中共这种政权来讲，我认为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体制能不能维持领导人的权利啊，特别是现在我认为这一点呢，可能他这个领导人的权利跟继承问题，是他最没有办法团结整个党内、整个国内去做的事情。有道理。其他你编一个理由说啊，美国压迫我们啊，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啦，干预我们内政啦，多多少少大家表面上可能都还是得附和的，就是说，哎，这的确没错，真的心里面怎么想，我想大家清楚。可是呢，如果现在他这个直接谈到他自己的接班问题、继承问题，他总不好。直接的跟这个党内说，这个我继续还要连任又连任，然后这个甚至说这个接班问题这个一定要遵循我的这种安排因为现在中共高层老实说，动不动就谁又不见了，动不动又谁反腐下台了这个天威莫测的情况之下我想这方面呢，恐怕习近平自己也知道这个方面得不到太多的人心，所以如果呢能够跟这川普会谈的时候得到一些这方面他认为这个川普相对的支持或对他比较有利的话那我相信其他像什么芬太尼啦这个稀土啦，我认为这个说不定他就大方一点，反正这个跟中共谈判，老实说呢，他讲归讲，做到底能做多少，恐怕也是要后续还得观察的。也就是说，这个川习会就算很顺利的举行了双方也谈了很多东西出来，但是呢，到底之后能做了多少，我想这是不是很重要？我认为是这样，对，没有错。就像因为你看回那个上次他们那个贸易战，我们不是说了吗？第一，他一定跟你这个死缠烂打，果不其然，死缠烂打。最后那个我们还预测，我们说就算签了贸易协定，中共不会落实。果然不错啊，最后落实了58%嘛，美国都算出来了，非常生气。所以中共我说这个会当作，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会当作一张牌或一个筹码在陪你玩了，那玩到最后签归签了，落不落实那是我的事情，反正到时候落实走到一半的时候，你川普也该下台了，所以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但是中共会认为贸易协定是我可以玩的一张牌，那其他东西也是可玩的牌，所以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如果说能够在川协会上他得到川普的某种明示或暗示的一种保证或支持，说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干得很好的啦，你是我的好朋友啦，希望你能连任之类这种话，可能比讲说我反对台独可能来得更加重要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我们将来可以详细研究一下。是因为我想呢，这个对中共来讲这个接班继承领导人对自己的权力的这种关注甚至于是这种渴望我相信是超过其他一切事情。所以就有人说以前的跟俄罗斯这个换取他的支持，还是他不要说什么领土那个都可以讨论的。我想这一点呢是这个政权的一个这种天生的这个特性吧。所以我想这个川习会呢肯定呢跟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还有呢就是中国内部的政治是密切的绑在一起。是那我想这样的定位，不晓得老师同意吗？对，我完全同意。所以这个题目将来我们可以详细讨论一下。好，我想呢今天呢这个老师对这个
川习会这个最近可能的这些发展，双方彼此的筹码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解析我想川习会不管举不举行，什么时候举行，或者是他们在其他什么地方碰面，这些因素都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非常感谢闵居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是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观众。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边。好，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欢迎给我们批评指教，然后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对，有道理。连任跟继任恐怕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老于我觉得现在他们也这样，有合理判断。第一个，他年龄不会越来越年轻，健康状况不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好。对，然后呢，人呢越整越少了。对，人就越整越少了。这显然这三个东西都让他说这个时钟滴答滴答响面对这个问题，总是要做出决定。他现在等于走到了毛泽东当年晚年的时候嘛，是就文革前后那时候，这跟年龄跟那什么无关，而是跟那个，就继承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了。是，这个东西就变成大家已经看见了，然后，有兴趣人比比皆是，李强当然第一个了。那你觉得蔡奇没有兴趣吗？赵乐际是有条件的，赵乐际你按照过去规矩来说，赵乐际是有条件，他2个省级的这经验，然后有中央经验，所以他是有条件的。那你说年纪，那习近平已经打破了7上8下规矩了，那我到时候打会怎么不行啊？是，所以赵乐际会有兴趣。王沪宁嘛，就算有兴趣，他不敢讲。那你说，丁薛祥不用说了，丁薛祥是最年轻的。你说李希没有兴趣，但是现在又传出李希好像有点问题了，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总而言之就是，有兴趣人非常多，而且这是常委这一层的。你难道认为说政治局那一层没有人有兴趣吗？是，多少人可以列等而上啊？是，对不对？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在一个不制度化的集权社会里面，继承问题的到这个时候呢，就自然浮上台面。你讲也好，不讲也好，你准备好不准备好，它问题都在那儿。对，那反正大家都要动手的了。这个问题是不会消失，不会消失，绝对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它不会越来越年轻，然后这健康不会越来越好，但是继任问题呢会越来越严重，这是确定的，毫无疑问。对，所以我想跟一切贸易问题啦、经济问题啦、台海问题，我觉得相比，他们真的最关注的一定还是这个东西。对对。因为我拿到权力了，我就继承了。老实说，这其他问题都用台湾话来说，头过身就过了。是，对，先把头过了再讲。是，而且中国太大了，而且这个就好像说这个北宋灭亡了，这个赵宋呢，你说我是南边，我也还是啊，我还有半壁江山，我还是半壁江山，大家还是对这个问题还是争得很厉害的，所以这个更不要说现在这个抓了这么多人，我认为抓这么多人，老实说，其实都还是跟这个继承这个战队就是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党指挥枪，这当然没问题，但是呢，不会是枪指挥党，但是呢，一定是拿着枪指挥党。当然，对，所以这个这么讲很好，一定是拿着枪指挥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可能都还是因为里面接班继承的问题所以呢，他必须直接把枪杆子抓在手上，而不只是说是谁忠心谁不忠心的问题。毛泽东从头到尾就抓着枪指挥党，就这么回事。是讲的有道理，这是今天的金句。没有，谢谢老师，非常有道理。哪里，谢谢老师，谢谢老师。